最近，美國金融市場發生了一件相當重要的事件。美國司法部宣布對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展開刑事調查。On Frida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served the Federal Reserve with grand jury subpoenas, threatening a criminal indictment related to my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last June. 这个消息一出，市場反應相當劇烈，引發了市場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這件事的背後反映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聯儲的獨立性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特朗普政府最近推出的一系列政策舉措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就是改變美聯儲的決策框架。這些政策舉措包括什麼？又會對市場帶來什麼影響？更重要的是，作為投資者，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場政策轉向？今天這條影片，我會用我過去30多年的投資經驗，和大家深入分析這場變局。請你一定要看到最後，因為這次的政策轉變可能會重塑未來幾年的投資機會格局。記得幫我點讚、訂閱、分享，讓更多人了解這場市場變化。在談論最近發生的事件之前，我們先要搞清楚一個基本問題：美聯儲的獨立性為什麼這麼重要？很多人可能會想，美聯儲不就是一個央行嗎？為什麼總統不能直接指揮它？其實這個涉及到現代金融體系最核心的一個設計原則。自從1951年美聯儲財政部協議簽署以來，美聯儲就被賦予了相對獨立的地位。這個獨立性的核心目的就是讓貨幣政策的制定不受短期政治利益的影響。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因為政治人物通常關注的是下一次選舉，而央行關注的應該是長期的經濟穩定。想象一下，如果央行主席必須聽總統的話，那麼每到選舉年，總統就會施壓央行降息放水，製造經濟繁榮的假象來贏得選票。短期看起來很好，但是長期呢，就會導致通脹失控，最終傷害整個經濟。這不是假設，而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時間回到1970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尼克遜，美聯儲主席是伯恩斯。尼克遜為了在1972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對伯恩斯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要求他放寬貨幣政策。伯恩斯是一位備受尊敬的經濟學家，他其實清楚地知道，在當時通脹已經開始上升的背景下，進一步放水會帶來風險。但是在政治壓力下，他最終選擇了妥協。美聯儲在1971至1972年期間採取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結果呢，尼克遜確實在1972年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連任，但是整個美國經濟卻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整個1970年代，美國陷入了一個經濟學家稱為滯脹的困境，經濟停滯，但是物價卻瘋狂上漲，通脹率一度超過10%，失業率也高起，人們排隊搶購汽油，食品價格日漲夜漲，社會充滿了不安。這個就是被後人稱為大通脹時代的悲慘歲月。這場危機直到1979年才開始扭轉。當時新上任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採取了很激進的政策，就是把利率加到20%以上。這個決定帶來了短期的經濟衰退和更多人失業，但是最終成功地控制了通脹，為美國之後20年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這個歷史案例告訴我們，當央行失去獨立性，被迫為短期政治目標服務的時候，長期的經濟代價往往是巨大的。回到現在，特朗普政府最近推出了幾項政策舉措，引發了市場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擔憂。第一項政策，房貸 QE 計劃。為了壓低房屋貸款利率，特朗普政府直接指示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有政府背景的機構入市購買20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債券。從政策角度看，這個舉措的邏輯是什麼？支持者認為這個可以幫助國民降低貸款成本，促進房地產市場。但是批評者指出，這個實際上是在繞過美聯儲，由政府直接執行貨幣政策工具。這個會引發了一個問題：如果政府可以直接進行類似 QE 的操作，那美聯儲的獨立性還存不存在？第二項政策，信用卡利率上限。特朗普提出把所有信用卡的年利率上限設定為10%。
現在美國的信用卡平均利率在20%以上，如果這個政策實施，銀行業的利潤會受到重大影響。這個政策的支持者認為，這樣可以保護消費者不用受高利率的傷害。但是華爾街的分析人士指出，這樣可能導致銀行收縮信用卡服務，反而傷害消費者。這就涉及到一個經濟學上的基本問題：政府直接干預市場定價可能帶來的意外後果。第三項，對鮑威爾的刑事調查。司法部對鮑威爾展開刑事調查，在美國央行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鮑威爾本人也回應說，這個是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威脅。從制度角度來看，如果央行主席因為政策決定而面臨司法威脅，會不會影響央行未來的決策獨立性？這個調查針對的不是鮑威爾個人，而是在影響制度本身的穩定性。那麼這些政策舉措反映了什麼？從表面看，特朗普政府希望推行更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更多的政府干預，但是從更深層看，反映了對美聯儲決策框架的根本性挑戰。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需要理解：政治人物對央行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是很正常的，但是直接干預央行的決策過程，或者使用司法手段來施壓，這個就涉及到制度設計的問題。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美聯儲的獨立性是美元信用的基石。美元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就是因為全球市場相信美聯儲是獨立的、專業的、不受政治操縱的。這個信任一旦破裂，就會動搖整個美元霸權的基礎。想象一下，如果全球投資者開始懷疑美聯儲主席是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被迫改變政策，那他們還會不会那麼信任美元？還會不會那麼積極地持有美元資產？結果就是全球市場對美元的重新評估，美元霸權的削弱。這不是危言聳聽。歷史上，美元霸權的建立就是基於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後，美聯儲作為獨立央行的信譽。而美元霸權的削弱，往往也是從央行獨立性受損開始的。所以，這次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挑戰，不僅僅是一個國內政治問題，更是一個影響全球金融秩序的問題。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會對市場造成深遠的影響。既然鮑威爾的任期即將結束，特朗普可以任命新的美聯儲主席，這個決定會對未來幾年的貨幣政策產生重大影響。根據預測數據，目前有幾位候選人被廣泛討論。沃什曾在2006年至2011年期間擔任美聯儲理事，他的背景顯示，他既有央行經驗，也有華爾街的人脈。在貨幣政策立場上，他過去被標籤為鷹派。哈塞特曾經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宮首席經濟顧問，他是供給側經濟學的信徒，政策立場與特朗普高度一致。如果他被任命，市場可以預期美聯儲會採取更寬鬆的政策立场。沃勒是現任美聯儲理事，學術背景深厚，他的優勢是對美聯儲內部運作的熟悉，但是他的特朗普色彩不如其他候選人濃厚。李德是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的固定收益首席投資官，他的優勢是華爾街的實戰經驗，但是他缺乏央行工作經驗。無論最後誰被任命，市場都在關注一個問題：新主席會如何平衡獨立性和政治壓力？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我們應該如何配置資產？首先，我們需要認識到市場的交易邏輯正在發生變化。過去幾年，大家關注的是經濟數據和利率，現在市場開始更多的關注制度穩定性和信用。在這樣的不確定性下，我的建議是分散投資，押注全世界不同股市和行業板塊。因為當美元霸權面臨壓力的時候，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你可以在香港、日本、中國、新興市場等等不同地區的股市裡分散投資，也要布局不同的行業板塊。在美元面臨衝擊的時候，你的資產不會全部受到打擊。那不同資產類別的表現可能會發生什麼變化？黃金$1800的時候跟大家分享過，當市場對制度穩定性產生疑慮的時候，傳統的避險資產黃金通常會受到追捧。
因為黃金不依賴於任何政府的承諾，它是超越政治的價值儲存工具。從歷史看，每當央行政策面臨不確定性的時候，黃金通常會表現比較好。不是說黃金一定會大漲，而是說在當前的環境下，黃金作為投資組合的防守部分，其吸引力相對上升。而美股需要更謹慎的態度。短期看，如果美聯儲確實採取更寬鬆的政策的話，可能會支撐股市。但是長期看，如果寬鬆政策導致通脹重新抬頭，股市最終也會受到傷害。現在美股的估值處於什麼水平？根據席勒市盈率等指標，美股的整體估值已經相當高。在這樣的背景下，追高的風險值得關注。另外，長期的美國國債面臨一個風險，如果通脹預期上升，債券價格會下跌。在這樣的政策轉向中，真正的投資機會在哪裡？我一直強調，最好的投資機會往往來自於結構性變化。當舊的規則被改變，當市場重新評估某些資產或行業的時候，就會出現被錯殺或被看漏的機會。在當前的環境下，哪些行業或公司可能面臨結構性變化？首先，金融科技和支付領域可能會受益。如果傳統銀行因為利率管制而收縮服務，金融科技公司可能會填補這個空白。其次，能源和大宗商品領域可能會因為通脹預期上升而受益。再次，防守性行業，例如公用事業、消費必需品，可能會因為市場風險偏好下降而受到追捧，但這些都不是絕對的。投資的關鍵還是要用我一直強調的生意人眼光去分析這家公司的商業模式能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它的競爭優勢能夠持續下去，它的估值是不是合理。這正是我在10倍股3階段框架課程中強調的核心。在結構性變化中，真正的機會往往出現在第一階段，被市場錯殺或看漏的公司，比如富途控股曾因為被中國證監會質疑而被錯殺，何塞因為被美國列入黑名單而被嚴重低估，這些都是最有價值的買入階段，需要強大的信心和研究能力。如果你想選出能帶給你豐厚利潤的優質股，我的10倍股課程能幫到你。這個課程能夠幫你找出真正強勁優秀的股票，讓你的資產增長得更加穩固，投資績效大幅提升。這個有系統的不斷找到10倍股的方法，是我30多年投資經驗的精華總結，現在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最重要的是，我把普通投資者最常犯的10個錯誤制作成一個60分鐘課程。這10個錯誤不僅是容易犯，而且每個都會讓投資者損失慘重。要提升投資回報，最直接的就是減少犯錯、輸冤枉錢。所以我把這堂價值滿滿的60分鐘課程完全免費的送給大家，快點點擊下面的資訊欄了解更多。好了，讓我們快速總結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幾個要點。第一，美聯儲的獨立性正面臨挑戰。歷史告訴我們，當央行失去獨立性的時候，長期的經濟代價往往是巨大的。第二，政策環境正在發生變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指向更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更多的政府干預，這個可能帶來短期的經濟刺激，但也帶來了長期的不確定性。第三，市場正在重新定價。在制度穩定性面臨疑慮的環境下，不同資產的吸引力會發生變化，黃金等避險資產的相對吸引力上升，而高估值資產的風險上升。第四，結構性變化創造機會。當舊的規則被改變時，就會出現新的投資機會。關鍵是要用正確的方法去識別和把握這些機會。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認為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美聯儲應該如何保持獨立性？你又是如何調整自己的投資組合的？歡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以及其他觀眾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實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也請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我們下條影片再見。